俗话说，福地福人居，福人居福地。人的命运由命理、风水、福报三个部分组成的。命理就是八字，也叫先天命。先天命好不好，是上辈子的因果决定的。先天命理看大运，大运好就容易发财。风水有没有用？答案是有用。比如马路冲大门，门前有棵树，或者坟地旁边都是有煞气的，风水有上限。古代皇帝祖坟风水好，皇宫风水也好，但是王朝更替照样发生。真正的风水其实是人品，也就是说人品好。一般随便挑选房子都不会挑选到差的风水，福地福人居，想真正的改命，就在福报上面。先天命理是固定的，风水有上限，福报无上限，也是最大的一个变量。下面通过两个故事说明怎么积累福报，以及为啥人品好，就不用看风水，或者不用那么在乎风水了。当然赚点小钱，看大运和看风水还是有用的，赚大钱那就要看福报了。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位看了30多年的风水大师，为富豪看完宅子之后，结果让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富豪买了块地，盖好了别墅，后院有几棵几百年的荔枝树。当初买这块地的时候，他看中的就是这些荔枝树，因为他的老婆喜欢吃荔枝。富豪装修期间，朋友们都劝他找一个风水先生看一看，以免犯煞。原本不怎么信这一套的富豪，这次居然同意了。于是他专程去香港，请了一位姓德的大师。德大师从事这个行业30年有余，在圈内有很大的名气。大师一到火车站，富豪就开着自己的车，载着大师前往自己的住处。一路上如果后面有车要超，富豪都会主动避让。德大师笑道：“先生开车还挺稳的。”富豪哈哈一笑：“要超车的呀，多半都是有急事，可不能耽误了他们。”车开到了镇上，街道变得更狭窄了。富豪放慢了车速，一名小孩嬉笑着从巷子里冲了出来。富豪踩了脚刹车，稳稳地避开了。小孩嬉笑着跑过去以后，富豪没有紧急踩油门前行，而是望着巷口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大师问：“你怎么还不走呢？”就在这时，又一名小孩冲了出来，紧追着前面那个小孩。德大师这才明白富豪为什么不走，他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后面还有一个小孩呢？”富豪微微一笑地说道：“师傅，你想小孩子都是追追打打，光一个人，他不可能笑得这么开心。”德大师竖起大拇指笑道：“您可真是一位有心人呐！”车继续前行，很快来到了富豪自家的别墅。下车拿钥匙准备开大门的时候，后院突然飞起了7、8只鸟。见状，富豪停在了门口，抱歉地对大师说：“大师，麻烦您稍等一会。”德大师再次惊讶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富豪笑道：“后院肯定有几个小孩在偷偷摘我家的荔枝，我们现在进去，小孩会惊慌，万一掉下来出事了，可就不好了。让他们先摘一会，我们在外面等着，等他们摘完了，我们再进去。”大师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您送我回火车站吧。这房子的风水呀，不用看了。”这次轮到富豪惊讶了：“大师，您何出此言呢？”大师说道：“先生，有您在的地方呀，都是风水宝地，百般算计不如积德行善，处处刁难不如与人结善。其实人的行为就是风水，没有格局，自私自利的人，再怎么努力奔波，也许只是徒劳。一个人能否成就大事，与风水没有必然关系，却跟做事的眼界和格局息息相关，因为人品才是一切的根源。”第二个故事，有一个自我疗法的创始人，他遇到了一个高人，给他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他要是早点听到，早就改命了。他在11年前，他跟他老婆做服装，结果没想到生意非常的不顺，马上就过年了，他压了好多的库存卖不出去。他想他今年又是一个亏损的年份，他甚至都想好了甩货甩到大年30。他就非常纳闷，为什么每天早上那么早起床，为什么那么辛苦还这么累，但是还是赚不到钱。后来有个朋友给他介绍说，在他们后面南岳有一个庙，庙里有一个高人，让他去会会这个高人。
当时他对这个高人嗤之以鼻，会见高人之后，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当场让他开悟，是一个很小的故事。他说：“你平常有没有给乞丐钱的习惯啊？”他说他从来不给乞丐钱。高人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给乞丐钱啊？”他说：“人家有手有脚的，都可以去上班，都可以去工作，干嘛给乞丐钱？而且乞丐全都是骗子。”高人问：“如果你朋友要给钱，你怎么做？”他说他会拦住，千万不能给，全都是骗人。高人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之所以穷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请问你给钱给乞丐，你在为谁积累福报？”他说：“肯定在为自己积累福报啊。如果别人要给钱给乞丐，结果你还拦住不让他给，你在损失谁的福报？”他说：“损失他朋友的福报。如果乞丐骗你，乞丐在干嘛？乞丐在损他自己的福报。”高人说：“你错就错在这里，你知不知道钱是福报的显化呀？在红尘当中，想要改变人生的命运，最需要的就是福报。”他恍然大悟，原来积累福报是这样子的。他以前认为勤奋能赚钱，现在发现大错特错。真正赚钱，真正改命的就是2个字，叫积累福报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他听完后，遇到任何乞丐都会给钱。坐车的时候发现需要让座位，都是主动第一时间让座位。结果3个月之后，发生了一个改变命运的事，他记得非常清楚。他那天去逛商场，左边电梯和右边电梯全都坏了，就剩中间一个电梯，有一排人在那排队，他已经进去了。最后有个乘客推个婴儿车，他一上来，电梯就提示超重，结果很尴尬，所有人目光都看向推车的妇女，结果他就从那个电梯里出来，他对妇女说：“你先请。”他就向他点了个头，然后就说了一句谢谢。他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结果一上去，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，妇女竟然没有走，她在电梯那里等他。他说：“你等我干什么？”妇女说：“发现整个电梯没有一个人让出来，为什么就你让出来？我非常非常感谢你。”他说：“不需要感谢，这是他的举手之劳。”妇女说：“不行，你一定要加一个微信，你的善意一定要被看见。”结果他就加了他的微信。后来他就问他做什么的，他说他是做服装生意的。他说他有个表哥，正好也需要进货，一下子打了10万块钱巨款过来，结果那一年把他所有的库存全都给清掉了。高人的话太对了，越有钱的人，越成功的人，都懂得给自己积攒福报。其实最行善积德的事，就是帮助家庭。高人说的话就是改命的真相，不是靠努力，也不是靠能力，改命的核心是改掉命格，就是行善积德。莫以善小而不为。所谓的行善积德，并不是说捐多少钱，而是力所能及去做一些小事，可能一个笑容，可能让一下座位。不是这个人要回报你，是老天爷看到你的善良，随机安排一个人去给你一个巨大的回报。就像之前那个女士，给了她一个巨大的回报，因为之前积累了很多福报，老天爷就给她安排遇到那个女士了。想要改命，就从2026年开始，就是改命的元年。